调查发现，很多夫妻离婚的原因。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感知婚姻中的幸福是一种能力。近年来，离婚率的逐年提升，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调查发现，很多夫妻离婚的原因，除了家暴、出轨等原则性问题之外，更多人是觉得婚姻麻木、无趣，而选择了对婚姻的逃避。然而，也有一些夫妻同样经历着柴米油盐，同样经历着磕磕碰碰，却依然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幸福满满。因为婚姻中能够感受幸福是一种能力，幸福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温州一对农民夫妇范德多和董小英跳夜步舞的视频刷爆了网络，他们的舞台在田间。比特币焕然一新，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驳回 Grayscale 的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是错误的。在联邦法院命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查其拒绝 Grayscale Investments 试图转换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之后，美国可能即将获得其第一支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灰度比特币信托场外交易代码 GBTC 转换为交易所买卖基金 CoinDesk。 报告称，这家领先的加密货币基金背后的经理 Grayscale Investments 于2021年10月首次申请将其 GBTC 封闭式基金转换为交易所交易基金。另请阅读独家为什么 Cathy Wood 认为比特币将达到100万美元，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了该申请，理由是该申请未能回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防止市场操纵和其他担忧的问题。在拒绝后不到1小时 ，Grayscale 就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了上诉。该命令并未指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 ETF， 而是审查 Grayscale 的申请。委员会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他批准了2个比特币期货交易所买卖基金的上市，但没有批准 Grayscale 提议的比特币 ETP 上市。在没有连贯解释的情况下，这与监管部门对同类产品的处理不同是非法的。因此，我们批准了 Grayscale 的复审申请，并撤销了委员会的命令。该裁决说，法院的裁决是在一系列知名机构之后做出的，包括贝莱德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 BLK、富达、Wisdom Tree Inc、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 WT、Warnack、暗卫和景顺提交了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买卖基金的申请。许多人提议与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合作 Coinbase Global、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Coin， 以监管标的比特币市场的交易。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申其拒绝 Grayscale 申请的理由之后， Grayscale 产品的交易价格低于标的资产跌至 50% 的低点。然而，在知名人士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 之后， GBTC 的折扣幅度缩小至 2% 左右。分析师预计，向 ETF 的转换可能会消除 GBTC 的折扣。价格走势在周二的最后一张支票中，比特币上涨了 5.53% 至27,531美元。在院子里，他们的动作灵感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模仿。老太太梳头、拉风箱、赶鸭子。后来，他们的孩子也加入了他们夜步舞的行列，干活累了跳一会儿，在家里闲着跳一会儿。一家子随着朴实又有趣的舞步，将开心快乐洋溢在脸上。这种快乐也感染了成千上万的网友。然而，他们跳舞的初衷却是为了治愈丈夫范德多的抑郁症。原来，丈夫曾经出了车祸，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每天都是郁郁寡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妻子看在眼里，急在
在心上。偶然间，妻子接收到了业务，觉得非常有趣，便拉着丈夫跟着一起跳。在妻子彭小英的鼓励之下，丈夫范立波从开始的抵触到逐渐尝试，再到后来的越来越喜欢跳舞。随着跳舞，他的抑郁症状也越来越轻，心情越来越好，整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得到了好转，一家人也越来越快乐。康辉在抖音主播说联播中对这对夫妻评价说，看着他们的舞蹈，我想过日子少不了风风雨雨，可还是要快乐起舞，我们需要这样的态度。是的，每一对婚姻都会经历各种磕磕碰碰，但是一颗追求幸福的心会让这段婚姻在平淡甚至挫折中找到新的活力。要感知幸福，离不开相互理解和尊重。胡适先生提出了婚姻中男人的3从4德，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仅仪表堂堂，而且学识渊博，作为北大教授，是多少女性的心仪对象。而他的妻子江冬秀是一个相貌平平且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这对在别人看来并不对等的婚姻，却在2个人的相互尊重和包容中过得有滋有味。胡适并没有小看妻子，而是鼓励她识字放脚，并且大方地介绍妻子给自己的同僚认识，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胡适能够体会妻子的不易，感恩妻子，听从妻子的意见。而妻子江冬秀也非常识大体，性格爽朗，落落大方。虽为乡下女子，却也成为了胡适的贤内助，并且在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之前，规劝他专注学术，不要只想做官。这样识大体的女子也深得胡适的赏识。这段婚姻在2个人的相互搀扶和努力中越来越和谐。连张爱玲也不禁羡慕地评价这段婚姻说，他们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前段时间的热播剧《隐秘的角落》里，主人公张东升做出了一系列伤害家人的举动。而反过来看张东升本人的经历，他曾经也是学霸级的人，他与妻子是大学同学，修成正果。为了爱情，他来到妻子的小城市，做着收入非常一般的代课老师的工作。妻子和岳父岳母时常冷嘲热讽，在这样的一个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被尊重，加上他事业无成，身体状况不好，让他感到自卑，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无论是新式婚姻还是旧式婚姻，有能力感受婚姻幸福的夫妻，都离不开2个人的相互尊重。很多人在婚姻中慢慢对对方越来越没有耐心，甚至对对方造成伤害。殊不知，婚姻中最好的关系就是彼此尊重，才能够更加幸福。感知幸福，离不开对婚姻的乐观态度。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同学聚会上，很多人纷纷吐槽自己的老公多么不体贴，吐槽孩子不听话，吐槽公司领导剥削。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并没有加入吐槽的行列，而是不停地翻发自家种的水果让大家尝尝。另一个同学就问她，你也不容易啊，老公刚出了交通事故，现在不能工作，你一个人又要打工挣钱养家，还要照顾老公和孩子，难吗？别人都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而这位同学呢，笑了笑，一边继续给大家发水果，一边说，困难是困难了些，不过孩子的爸爸呢，他身体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自己下床走动了，孩子也特别听话，能帮我干一些简单的活儿。你看家里这水果都长得这么好，谁家里不会遇到点事儿呢，对吧？想开点儿，生活就越来越好的。在场的同学都被他的话感动了。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都比这位女同学好，然而他们却总爱抱怨，总感觉对很多事情都不满意，感觉不到自己婚姻的幸福。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让自己更好的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可以把别人看来辛苦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甜，
可以感染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婚姻中感受属于自己的幸福。用心感受，你拥有的就是最好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中，徐峥扮演的徐朗每天最怕回家，从他进入电梯开始就知道发生什么。妻子正在做着基本不变的炸酱面，看着无聊的电视剧，吃饭的时候不注重形象，每天穿着同一件毛衣。就是因为这些琐事，他提出离婚，然后用一部神奇的手机兜兜转转地认识了许多不同的女性，却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在一起。当他终于想起妻子的好，回头再找妻子的时候，发现妻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那个人欣赏他，喜欢他做的炸酱面。当徐朗看着幸福的两个人，选择暗暗祝福，独自离开。有人说，幸福的反面不是不幸，而是麻木，深以为然。很多人总觉得别人的生活更好，别人的婚姻更幸福。当生活渐渐冲刷掉了曾经的美好，当两个人从恋人变成爱人，从爱情走向亲情，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婚姻的幸福，剩下的只有麻木。殊不知，你目前所拥有的，可能就是让别人羡慕的幸福婚姻。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的生活，其实很多幸福就在身边。幸福是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幸福是在忙碌的工作后，两个人牵手去小餐馆吃一顿温馨的晚餐。幸福是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信任和关心。幸福是每天与你说不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婚姻中幸福的秘诀就是保留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看这一点就知道了。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估计很多人都认为这里的恶语指的是那些说话人怀揣恶意，故意说出来伤害别人的话。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大部分能伤害到我们的恶语，往往来自于亲近之人，大概就是爱我的人伤我更深。相信不少人对此深有体会。那走在街上，一个路人对你口出恶言时，你会心情不好，但回过神来，你会觉得那个人是神经病。但同样的话，如果出自朋友、爱人、亲人时，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会内疚，会自责。这就是语言暴力带来的伤害。我们可能不觉得自己的说话方式存在暴力，或许还会委屈我明明是为你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不经意间说出的话，确实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在非暴力沟通中呢，马歇尔博士认为常见的语言暴力有4种。第一种呢是道德评判。父母责备子女，你是姐姐，为什么不让着弟弟他还小。老师批评班长，你是班干部，不能光一个人成绩好，你得帮助其他同学，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这类语言暴力呢，往往是披着道德高尚的外衣，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来达到自己主观的目的。第二种呢是进行比较。这种语言暴力应该是所有人的童年噩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再看看你。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说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深以为然。被讨厌的勇气当中呢也说，父母经常这样表达，会让孩子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就是被认可，会有深深的自卑感。长大以后呢，也可能一直活在寻求被人认可当中。第三种呢，就是回避责任。每个人都负有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责任，但为了逃避这种责任有些人选择了不得不的说话方式。身体亚健康是因为老板强令加班，我不得不。事实却是我选择了加班，因为不想失去工作，于是身体亚健康。
但是人们不乐意这样说，因为一旦这样说了，就意味着自己对身体健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语言暴力呢，往往阻碍说话人自己的幸福，他会把自己的不幸福归结于外部的因素，然后继续不改变。第4种呢是强人所难，到了一定年龄了父母上阵催婚，说今年必须找到对象，不然就别回家了。明明是一片纯爱心，但是落到了儿女的这个耳朵里就是强人所难了，沟通自然进行不下去了，常见的就是升级为吵架、冷战。在书里呢，马歇尔博士称以上这4类语言暴力为异化的沟通方式。异化的沟通方式呢，直白点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会好好说话，明明想表达自己的一片好心，但是说出口就变成了恶意。而马歇尔博士所倡导的非暴力沟通带给人的完全是另一种感受。首先，马歇尔博士认为异化的沟通方式的基础是性格论，因此长期以来大家都信奉通过教育来控制天性，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蒙蔽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爱。而非暴力沟通则主张人要向内探求，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来进行更良好的一个沟通。非暴力沟通的谈话方式呢，包含了4个要素。首先是观察，在沟通过程中忽略个人喜好，真诚的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清楚地说出观察的结果，不要做好或坏、糟糕或愚蠢之类的主观性判断。一方面，如果将观察和评论落为一谈，听者呢会更倾向于听到批评，然后反驳。举一个很日常的案例父母常会说你怎么又没有刷牙？孩子如果听到了，不会想到父母这是关心自己，而是责备自己懒惰，接着就会辩解。但换成观察的说法，应该是儿子，你本周有2次没刷牙就上床睡觉了。另一方面，在没搞清楚事情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之前你就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那么在接下来的沟通当中呢，肯定会不自觉地带入这样的情绪。比如这领导找你谈话，这本来是一件中性的事情，但一部分人呢，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会想我是哪没做好吗？如果带有这样的主观感受那么在与领导的沟通当中你会不自觉地去反驳，而不是关注对话本身。领导的本意可能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但心理预期让你进入到了防御状态。接着是表达感受，比如说害怕、喜悦、开心、气愤等等。人们常常期待旁人能够与自己心意相通，但事实是没有人能与另一个人感同身受。因此，清晰地向别人表达你的感受是沟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书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妻子抱怨自己的丈夫就像一堵墙，不管他说啥，丈夫都是无动于衷。然后咨询师就告诉他，你跟你丈夫说，我觉得我嫁给了一堵墙，或者呢是用其他模糊不清的表达，那么你的丈夫永远不明白你想要什么。如果你要觉得孤单了、难过了，那你就应该直接告诉他你感到很孤单。其次，说出是怎样的需要导致了这样的感受。就像第一要素当中提到的，人们往往是通过批评来提出主张，类似你怎么这么懒，其实暗含的渴望是希望对方勤快点。但是听到这种话听者往往会很抵触。反之，如果我们直接说出需求，其他人就较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比如你怎么这么懒，可以换成你没把衣服放进衣柜里边，我有些不开心，因为我希望环境整洁。最后呢，就是提出请求。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谈话当中讲究内敛、含蓄、点到即止，一般很少主动请求别人去做什么，往往是说半句留半句，剩下的自行体会。但是马歇尔博士认为，在谈话中我们必须提出请求，而且越具体越好。如果我们的意思含糊不清，那别人就很难了解我们到底想要什么。罗列第一要素当中的案例，父母对孩子说，你怎么又不刷牙？运用非暴力沟通4要素的谈话方式应该是你这周有2次没刷牙就上床睡觉了，这是观察。为什么比特币和以太坊相关的股票爆炸式上涨？
马拉松数字控股公司纳斯达克 Mora Right Plate LS Inc. 纳斯达克暴动和 Coinbase 全球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Coin 周二开盘时股价均大幅上涨。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驳回是错误的。之后与密码相关的股票的股价上涨，灰阶的现货比特币 ETF 应用。另见比特币获得新生，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据 Grayscale 提出的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是错误的。为什么这很重要？裁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 Grayscale 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是错误的，可能被解读为对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这可能导致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增强，特别是那些对马拉松数字、RIDE 区块链和 Coinbase 等在密码里运营的公司感兴趣的投资者。对比特币 ETF 有利的裁决可能表明，监管机构越来越多地接受加密货币，这可能导致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对加密货币以及参与加密货币开采 Marathon Digital、RIDE Blockchain 和交易 Coinbase 的公司重新产生兴趣。价格行动，马拉松数字专注于挖掘数字资产。它拥有加密货币挖掘机和一个挖掘数字资产的数据中心。该公司在数字货币区块链领域运营。马拉松数字股价上涨17%至每股$12.44。RIDE Platform 专注于构建、支持和运营区块链技术。RIDE 平台股价上涨14.3%至每股$11.99。Coinbase Global 为加密经济提供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Coinbase 股价上涨15.2%至每股$84.90。2023年11月14日，加入 Banking A 在纽约举办的未来密码峰会，随时了解密码领域的人工智能法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行动和机构采用等趋势，立即获得早起鸟儿折扣门票好了。比特币焕然一新，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驳回 Grayscale 的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是错误的。在联邦法院命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查其拒绝 Grayscale Investments 试图转换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之后，美国可能即将获得其第一支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灰度比特币信托场外交易代码 GBTC 转换为交易所买卖基金。CoinDesk 报告称，这家民间的加密货币基金背后的经理 Grayscale Investments 于2021年10月首次申请将其 GBTC 封闭式基金转换为交易所交易基金。另请阅读独家为什么 Cathy Wood 认为比特币将达到100万美元，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了该申请，理由是该申请未能回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防止市场操纵和其他担忧的问题。在拒绝后不到1小时 ，Grayscale 就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了上诉。该命令并未指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 ETF， 而是审查 Grayscale 的申请。委员会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他批准了2个比特币期货交易所买卖基金的上市，但没有批准 Grayscale 提议的比特币 ETP 上市。在没有连贯解释的情况下，这与监管部门对同类产品的处理不同是非法的。因此，我们批准了 Grayscale 的复审申请，并撤销了委员会的命令。该裁决说，法院的裁决是在一系列知名机构之后做出的，包括贝莱德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 ELK、富达 Wisdom Tree Inc、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 WT Monac、安慰和景顺提交了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买卖基金的申请。许多人提议与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合作 Coinbase Global、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Coin 以监管高地比特币市场的交易。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申其拒绝 Grayscale 申请的理由之后 ，Grayscale 产品的交易价格低于标的资产跌至50%的低点。然而，在知名人士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 之后 ，GBTC 的折扣幅度缩小至5%左右。分析师预计，像 ETF 的转换可能会消除 GBTC 的折扣。价格走势在周二的最后一张支票中，比特币上涨了5.53%至27,531美元。小摩跌势减弱，加密货币抛售或接近尾声。
智通财经 APP 获悉，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最近加密市场的抛售可能即将结束，因为多头头寸精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包括 Nicolas Alsoniker、Zoglu 在内的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最近几周，一些积极的法律和监管消息逐渐消失，引发了一波抛售浪潮。这种抛售仍在产生影响，但根据 CME 比特币期货合约的未平仓合约，这波抛售似乎已处于结束阶段。未平仓合约的下降通常表明价格趋势正在减弱。分析师表示，因此我们认为短期内加密市场的下行空间有限。截至发稿，比特币跌 0.34%， 报$25,954.6美元。过去2周，比特币在经历了大约1个月的横盘走势后，下跌了近 12%。今年下行早些时候，比特币因几项被视为对该行业有利的进展而获得动力。最值得注意的是，贝莱德等机构申请现货加密货币 ETF， 点燃了市场的乐观情绪。美国一家地区法院做出有利于 Ripple Labs 的裁决，这也提振了整个市场。分析师表示，围绕这些消息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因为交易员们正在等待监管机构对现货比特币 ETF 的决定，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准备就法院对 Ripple 的裁决提起上诉，该案的结果预计要到明年才会出来。这给加密市场带来了新一轮的法律不确定性，使投资者对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很敏感。摩根大通表示，加密市场回调的部分原因是股票等风险资产出现了更广泛的回调，这是由科技股的泡沫定位、美国实际收益率上升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引起的。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暗示，美联储准备在必要时进一步提高利率，并计划保持高利率，直到这些通胀正在朝着目标水平持续下降。鲍威尔发表讲话后，风险资产波动。Marathon Digital Tomorrow US 董事售出5000股普通股份，价值约为5.9万美元。8月26日报道，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8月25日披露的文件，美元 Marathon Digital Tomorrow US 美元董事 Marathon Digital Mara US 董事售出5000股普通股股份，價值約為5.9萬美元。8月26日報道，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8月25日。為什麼比特幣為以太坊相關的股票爆炸式上漲？馬拉松數位控股公司納斯達克 Marriott Ballesing 納斯達克報道和 Coinbase 全球公司納斯達克股票代碼 Coin 周二開盤時股價大幅上漲。一份報告顯示，美國聯盟上訴法院裁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駁回是錯誤的，之後以密碼相關的股票的股價上漲。會計現貨委完畢 ETF 應用。另堅委員被獲得新聯盟上訴法院裁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拒絕 Grayscale 提出現貨委員被 ETF 申請創機。為什麼這很重要？裁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拒絕 Grayscale 現貨委員被 ETF 申請創機，可能被解讀為對整個加密貨幣行業來說是一個積極的發展。這可能導致投資者的樂觀情緒增強，特別是那些對馬拉松數位、Riot 區塊鏈和 Coinbase 等在馬領域運營的公司感興趣的投資者，對為元幣 ETF 有利的提出可能表明，監管機構越來越多地接受加密貨幣，這可能導致機構和散戶投資者對加密貨幣以及參與加密貨幣開採 Marathon Digital、Riot Blockchain 和交易 Coinbase 的公司重新產生興趣。價格行動馬拉松數位專注於挖掘數位資產，它擁有加密貨幣挖掘機和一個挖掘數位資產的數據中心。該公司在數字貨幣區塊鏈領域運營。馬拉松數位股價上漲17%至每股12.44美元。Riot Platform 專注於構建、支持和運營區塊鏈技術。Riot 平台股價上漲14.3%至每股11.99美元。Coinbase Global 為加密經濟提供金融基礎設施和技術。Coinbase 股價上漲15.2%至每股84.90美元。2023年11月14日，加入緊正 A 在紐約舉辦的未來密碼峰會，隨住了解密碼領域的人工智慧、法規、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行動和機構採用等趨勢，立即獲得早起鳥而結構門票好了。
比特幣會員一新，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駁回 Grayscale 的現貨比特幣 ETF 申請持倉的，在聯邦法院命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審查其拒絕 Grayscale Investments 試圖轉換比特幣交易所交易基金之後，美國可能即將獲得其第一實現貨比特幣交易所交易基金灰度比特幣信託場外交易代碼 GBTC 轉換為交易所買賣基金。CoinDesk 報告稱，這家領先的加密貨幣基金背後的經理 Grayscale Investments 於2021年10月首次上場，其 GBTC 封閉式基金轉換為交易所交易基金。另請閱讀獨家為什麼 Cathy Wood 認為比特幣將達到100萬美元。他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拒絕了該新請理由是，該申請未能回答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關於防止市場操縱和其他擔憂的問題。在拒絕後不到1小時 ，Grayscale 就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了上訴。該命令並未指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批准 ETF， 而是審查 Grayscale 的申請。委員會未能充分解釋為什麼他批准了2個比特幣期貨交易所買賣基金的上市，但沒有批准 Grayscale 提議的比特幣 ETF 上市。在沒有連貫解釋的情況下，這與監管部門對同類產品的處理不同是非法的。因此，我們批准了 Grayscale 的復審申請，並撤銷了委員會的命令。該裁決書，法院的裁決是在一系列知名機構之後作出的，包括貝萊德公司、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 BRK、富達 WisdomTree Inc、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 WT-Warnet、安委和警訊提交了2個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的申請。許多人提議與美國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合作 ，CoinDesk Global、納斯達克股票代碼 Coin 以監管標標比特幣市場的交易。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重新拒絕 Grayscale 申請的理由之後 ，Grayscale 產品的交易價格低於標的資產跌至50%的低點。然而，在知名人士申請比特幣現貨 ETF 之後 ，GBTC 的折扣幅度縮小至5%左右。分析師預計，向 ETF 轉換可能會消除 GBTC 的折扣。價格走勢在週二的最後一張支票中，比特幣上漲了5.53%至27,531美元。小摩跌勢減弱，加密貨幣拋售或接近尾聲。智通財經也獲悉，摩根大通的報告顯示，最近加密市場的拋售可能即將結束，因為多頭頭寸正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去。包括 Nicolas Alder 做負最耐摩根大通分析師表示，最近幾週一些積極的法律和監管消息逐漸消失，引發了一波拋售浪潮。這種拋售仍在產生影響，但根據 CME 比特幣期貨合約的未平倉合約，這波拋售似乎已至於結束階段。未平倉合約的下降通常表明價格趨勢正在減弱。分析師表示，因此我們認為短期內加密市場的下行空間有限。截至發稿，比特幣跌0.34%，報25,954.6美元。過去兩週，比特幣在經歷了大約1個月的橫盤走勢後下跌了近12%。今年夏天組織 KOMO. The decline weakens and why Bitcoin and Ethereum-related stocks are exploding higher. Marathon Digital Holdings Inc. Nasdaq. Mara. Riot Platforms Inc. Nasdaq and Coinbase Global Inc. Nasdaq. CoinShares are all trading sharply higher during Tuesday's session. Shares of crypto-related stocks are trading higher, following a report suggesting the U.S. Federal Appeals Court ruled the SEC was wrong to reject Grayscale's spot Bitcoin ETF application. See also, Bitcoin gets new live Federal Appeals Court ruled SEC was wrong to reject application from. Grayscale for spot Bitcoin ETF, why it matters the ruling that the SEC was wrong to reject. Grayscale spot BITC. OINTF application might be interpreted a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cryptocurrency industry as a whole. This could lead to increased optimism among investors, especially those interested i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crypto space, such as Marathon Digital, Riot Blockchain, and Coinbase. A favorable ruling in relation to a Bitcoin ETF could suggest a growing acceptance of cryptocurrencies by regulatory bodies. This could result in renewed interest from institutional and retail investors in both cryptocurrencie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ir mining Marathon Digital, Riot Blockchain, and trading Coinbase. Price action Marathon Digital focuses on mining digital assets. It owns cryptocurrency mining machines and a data center to mine digital assets. The company operates in the digital currency blockchain segment.
Marathon Digital is trading higher by 17% at $12.40 per share. Riot Platforms is focused on building, supporting and operating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Riot Platforms is trading higher by 14.3% at $11.99 per share. Coinbase Global provides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crypto economy. Coinbase is trading higher by 15.2% at $84.90 per share. Join Benzinga's Future of Crypto and Nike on November 14, 2023 to stay updated on trends like AI, regulations, SEC actions, institutional adoption in the crypto space. Secure early bird discounted tickets now. Bitcoin gets new live federal appeals court rules that was wrong to reject application from Grayscale for spot Bitcoin ETF. The U.S. could be on the verge of getting its first spot Bitcoin exchange-traded fund after a federal court ordered the U.S. SEC to review its rejection of Grayscale Investments' attempt to convert the Grayscale Bitcoin Trust, OTC, GBTC into an ETF, Grayscale Investments, the manager behind the leading cryptocurrency fund. First applied to convert its GBTC closed-end fund into an exchange-traded fund in October 2021. The CoinDesk reports also read, exclusive, why does Kathy would think Bitcoin is going to $1 million? What does she know that we don't? The SEC rejected the application, citing the application failed to answer the SEC's questions about preventing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other concerns. Grayscale appealed against the SEC scarcely an hour after the rejection. The order does not direct the SEC to approve the ETF, but to review Grayscale's application. The Commission failed to adequately explain why it approved the listing of Bitcoin. Futures ETPs, but not Grayscale's proposed Bitcoin ETP. In the absence of a coherent explanation, this unlike regulatory treatment of like products is unlawful. We therefore grant Grayscale's petition for review and vacate the Commission's order, said the ruling. The court decision comes after a barrage of prominent institutions, including BlackRock, Inc. NYSE Fidelity, Wisdom Tree, Inc. NYSE VanEck, Bitwise, and Invesco filed applications for spot Bitcoin, ETFs. Many have proposed working with the largest US-based crypto exchange, Coinbase Global, Inc. NASDAQ, Coin, to police trading in the underlying Bitcoin market. The Grayscale product has traded at a discount to the underlying asset, reaching the lows of 50% after the SEC reiterated its reasons for denying Grayscale's application. However, GBTC saw its discount narrow to around 25% following prominent names filing for Bitcoin spot ETFs. Analysts expect the conversion to an ETF would likely eliminate the discount of GBTC. Price action. Bitcoin is up on the news by 5.53% at $27.531 on the last check Tuesday. KOMO. The decline weakens and the cryptocurrency sell-off may be coming to an end. The ZHI Finance app learned that JP Morgan's report shows that the recent sell-off in the crypto market may be coming to an end because the liquidation of long positions is largely over JP Morgan analysts, including Nicole. 策略就是这样，看明天站稳数字货币的话，就减仓涨不动的澳股，然后加上美股数字货币。好，策略就是这样，先买一半，然后最终目标是买10个数字货币的股票，这一周。subscribe。点赞、收藏、转发、评论，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制作更多干货，一起赚钱。谢谢。